云姬，你贵为永宁侯府的嫡女，却选择下嫁于我，这是我们裴家几世修来的福分。你放心，既已入府，我定不会亏待你。从此以后，你是我永远的妻。不知故乡人，12年春已过。世子爷，世子爷，宫里宣您觐见。什么？等我回来。主子，按您的吩咐，庆国公世子已动身前往邺城了。夫人，夫人，世子爷回来了。走，回府。你看见了吗？世子居然带回来一个女子，我还听见了孩童的哭声。难道他们越过夫人，直接带下了庶长子？如果真是这样，那夫人可真够惨的。她乃是侯府嫡女，如今被这般对待羞辱，以后如何在府中自处啊？姑娘，奴婢不相信姑爷会停妻再娶，你莫要听信谗言。是不是谗言？回去便知。来，哎呀，姑娘小心。多谢公子。姑娘，咱该回府了。林轩，真该过你机会了。哎呦，我的宝贝孙子，快让奶奶好好看看。哎呦，好乖呀！呵呵。给母亲请安。云氏来了，你丈夫舟车劳顿，还不快去关心关心他？世子，侯爷，我裴玄发誓，此生非云清不娶。我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绝不会让云清受半点委屈。皇上如今忌惮我们云家失仪，若有高家，会给云家带来杀身之祸。裴家虽没落已久，看着裴玄的决心，应该也是个可嫁之人。3年不见，这云氏越发貌美。大婚没能洞房，圣上就把我派遣出去。世子收了通房。什么通房？妙云乃是邺城守将的女儿，我长孙生母，你休得拿着低贱的身份折辱她。无媒苟合，难道世子还想纳她为良妾不成？妙云父亲为国镇守边关数子，以身殉国，英勇就义，断不可能做妾。我虽为女儿身，但也知晓不能堕了父亲风骨。家父生前曾教导我，莫要与人为妾，作践自己。我自然是不甘堕落，让他老人家含恨九泉。况且我与世子在邺城已经举行过婚仪了。你的意思是，想要世子夫人的位置，让我给你腾地儿？无人与你争世子夫人的位置，我将以平妻。平妻？我身为永宁侯府嫡女，她身为一个守将的女儿，如何敢跟我平起平坐？放眼圣经，哪个有头有脸的男人不是3妻4妾？我早已不是3年前那个籍籍无名的裴玄了。你若执意不肯与他做平妻，那我愿好好休了你。玄儿和云氏乃是先帝赐婚，
云氏无故永宁侯府累累战功，若是休妻，怕是要触怒皇室。胡闹！玄儿，云氏是庆国公府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如何能休妻？但妙云这孩子也与你一般丧了父，于这世上再无依靠。要不这样吧，我做主抬了妙云为平妻，她为小，你为大，还是以你为尊，如何啊？老夫人的话，恕我不敢苟同。我云家也有族训，宗主女外嫁，绝不能容许妾室骑在头上耀武扬威，平起平坐。否则，宁愿和离归家，也不忍辱负重，坏了嫡庶，堕了门楣。云氏，你既已嫁入裴家，就是裴氏的宗妇，莫要老是将娘家挂在嘴边。更何况你如今孤身一人，更应遵我裴家家规。自嫁入国公府3年，我恪守本分，操持家务，勤勤恳恳，更是为国公府打点人脉。这国公府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用嫁妆钱填的，说是我撑起来的，不为过吧？如今你们这般羞辱于我，今日要么和离，要么将沈氏为通房。站住！气死我了！玄儿，辛苦了，可要注意身体呀。你当真要休妻？休妻？怎么休？您刚才也说了，那可是先皇赐婚。如今我根基不稳，云清可还掌握着云家军的人脉，这些我不能。那妙云如何安置？她毕竟为我裴家生下长孙，若是给个通房的名分，这孩子也抬不起头来。那云氏若作践我裴家长孙，没门儿！保险起见，你还是尽早与他圆房。女人只有诞下子嗣，心才会向着夫家。那后宅之事，还请母亲为我费心筹谋。姑娘，苦了你了。我与裴玄那厮本就是盲婚哑嫁，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也算不得苦。只是裴家这般欺我辱我，我一定要好好跟他们算算这笔账。就该这样，到时候咱们回江南，奴婢给您买几个玉面书生，保准您过得呀滋润快活。恭喜少夫人，贺喜少夫人！世子爷刚吩咐说今晚留宿您房中，还请您提前准备着。说是姑娘圆了房，那日后还不被拿捏的死死的，这定是那老太太怂恿。世子爷，小少爷许是水土不服，他发热了，您快去瞧瞧吧。姑娘，还好您机智。沈氏想要争宠，我成全。调动沈家在京城所有人脉，将云氏逼我做通房的消息传出去。我要让整个盛京都知道他云清善妒，容不下我这个功臣之女。是。这沈妙云可真是下了一步好棋，拿他父亲在边关建立的功勋，逼得圣上为他主持公道。姑娘，若圣上顾念他父亲以身殉国，有意抬举他，你该怎么办？和离修复。陛下，昨晚云姑娘让下人走漏风声，沈氏为争宠，以幼子水土不服为由，
叫走了裴世子。裴世子并未携载姑娘房中。堂堂一国之君，派人盯着臣子的房中事，这要是传出去，那可相当炸裂啊！你说，朕要是抬了沈家女为裴玄正妻，那女人会不会一气之下直接和离？裴家想弄个女人同他平起平坐，朕都不敢这般折辱她，他们凭什么？不说话，朕留你何用？永乐公主年纪也不小了，自打朕断了她进裴家的念想，也就你能让她开怀一二，是时候给她招个驸马了。陛下，您有什么事直接吩咐臣，臣定当鞠躬尽瘁。这公主恕臣高攀不起。这不合适啊，陛下，人家还没和……臣这就去办。姑娘，有位古玩商看上您从南阳进的玩意儿，属下算了算，咱们这一单可以赚10来万两银子。这位公子在外面候着呢，您看……先邀他进来暖阁吧，等我跟他见面聊聊，再做决定。是。姑娘，人到了。是他。公子请坐。姑娘，当真不认识在下了吗？公子，你受伤了。啊，公子，公子，公子，你醒醒，公子。相思如故，白首却无处。今生吻过你眉目，是我的救赎。你醒了？既然醒了，又无碍了，赶紧把这碗药喝了吧。乱世之中，你向我凝眸，是我曾重生的一梦。爱过你，让我一生满足。云姑娘别来无恙，当年匆匆一别，还未来得及感谢姑娘救命之恩，实在惭愧。莫公子客气了，当年不过举手之劳，如今见你安好，我也就放心了。原来二位是旧识啊，那老朽就先退下了。那既然是旧识，姑娘可否以真面目相见？公子为何当年？是。你来做什么？我来。这里怎么会有龙涎香的味道？我是要喝你，
若被裴玄看见外面，怕是会留下把柄。怎么了？是我多虑了，圣上怎么会在这里？母亲有事找你，随我回府。好。竟然把朕推到这儿，搞得朕好像见不得光一样。娘亲，请用茶。不错。妹妹见过姐姐。我云家可没有正室和通房以姐妹相称的规矩。怎么，这一品国公府连最基本的嫡庶尊卑都不论吗？母亲，亦或是，难道荣安堂的通房们都和母亲是以姐妹相称？你放肆！永宁侯府就是这么教导你顶撞婆母、肆意谈论长辈长短的吗？这贱蹄子，知道这些年来张老爷往后院纳的那些莺莺燕燕，让我有苦难言，竟敢拿这话堵我！我永宁侯府做不出将妾室抬为平妻的阿杂事。父亲教导我，出嫁之后要好好侍奉公婆，但前提是对方得明示你。好，妙云他父亲为国捐躯，有军功在身，朝廷定会满足他为正妻的要求。我倒要看看贬妻为妾的圣旨下来后，你还怎么嚣张得起来？姐姐前几日若是应下请求，你我平起平坐，皆大欢喜。现在这平妻的位置，你怕是高攀不起。只是不知堂堂侯府嫡女被圣下下旨贬为妾室后，该怎么出去见人啊？若是我，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吊死算了，省得沦为笑。你居然敢打我！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吗？跳梁小丑。小姐，小少爷只是饿了，哭闹不止，您给他喂些奶吧。好什么？你现在连个庶子都算不上，充其量只能算个私生子，见不得光。听说太后与姑娘的姑姑舒太妃有过局语，这个节骨眼招您入宫，似乎不太妙。若是皇族插手，以咱们现在的处境，确实处于劣势。如若他因此事想要羞辱舒太妃，打击咱们永宁侯府，给了那审视机会，可如何是好？哎呦，公主饶命啊！奴才见过永乐公主。你在宫外候着。公主啊！臣女参见公主殿下。哟，听说裴玄从边关带了个女子回来，还生了个庶长子。你当年抢本公主之所愿，如今这世子夫人可好当啊？天下消息灵通，臣妇已经有报应了。你怎么还哭了呀？丈夫带了外室一庶子回来，要将臣妇贬为妾。公主刚才一语，正戳中臣妇痛处。当然，这都是臣妇咎由自取，活该被糟蹋。什么？贬妻为妾？不是，好歹你也是永宁侯府的嫡女，他们怎么敢啊？公主真是好福气，当年为委身下嫁于这凉薄之人，不像如今，我永宁侯府没了靠山，他们才敢如此欺负我。这是什么话？你云氏祖辈功勋卓越，这人一走，难道茶就凉了吗？我偏不信，裴家这般轻贱你，我这就告诉皇兄去。殿下，裴家已拿妾室父亲军功，向皇上施压，逼着皇上为其做主。呸！
妾就是妾，如何能越过正妻？裴家疯了不成？多谢公主体恤。好，皇兄，有没见过皇兄？不可胡闹。哦。皇兄，那位是永宁侯的独生女，嫁与庆国公世子。可是那裴玄服妾灭妻，皇兄，你可一定要给她撑腰。此事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于是朕想听听你的看法。这声音似乎在哪里听过。圣上声音为何听着如此耳熟？云清，我皇兄问你话呢，你愣着做什么？只要臣妇还在庆国公府一日，便容忍不了妾室与我平起平坐，坏了嫡庶。若是那裴氏非要立她为平妻，你又当如何？那就要看皇上怎么处置了。若陛下为他们撑腰，臣妇只好咽下这贬妻为妾的耻辱，不敢有任何怨言。若您一视同仁，不偏不倚，那我也必让那些人不敢小瞧我永宁侯府。说得好，这才是将门之女该有的风骨。皇兄，这是庆国公府的内宅家务事，你就别跟着掺和了。此事朕已交给太后处理，云氏先去慈安宫问安吧。娘娘，陛下今儿个特意去了宫门口，还和那世子夫人搭了话。我原以为那云氏嫁人，恒儿就能死了这条心，没想到国公府世子夫人求见。进来吧。参见太后，太后万福。抬起头来。不愧是永宁侯府的嫡女，沉稳内敛，颇有舒太妃年轻时候的风范。太后谬赞，您才是女子的典范，臣妇不敢与明月同婚。既是侯府之后，也该学学太妃的容人之量。沈家满门为国战死，如若不语，恐会寒了将士们的心。你怕是要吃点小亏。回太后娘娘，这亏臣妇吃不起。娘娘只念及沈氏是功臣遗孤，可记得臣妇亦是永宁侯府独女。难道侯府没有教导过你，身为正妻不能上度吗？所谓平妻，不过是那些不入流的商贾人家私下所行之事罢了，从来都不符合宗法伦理。身为侯府之后，臣妇断不会自甘下贱。裴玄要将带回来的那个女子与我平起平坐，还为妻室，这般羞我辱我，是我万万不可容忍。大胆！太后为妙云撑腰，罚你抄写100遍语戒，我看以后你还怎么嚣张得起来？哎呀，这没有父亲的孤女就是可怜，被人欺凌了还不能反抗，只能苟且偷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切，你若早点答应，何至于惊动太后她老人家裁决？以后你就老老实实敬礼妙云，日子或许能好过些。若你再摆出侯府嫡女世子夫人的架势，休怪我用家法处置你。我就不奉陪了。这就是擅怒的后果。春熙堂是世子妃的住所，既然太后娘娘将你贬为妾室，那你也没资格住里。妙云，待会儿你带着伟哥搬进去。这样不太好吧？姐姐在里面住了3年多，都习惯了，让她就这么搬去偏房，岂不是委屈了她？什么姐姐？现在你为大，她做小，该她叫你姐姐。正室为尊，现在你是世子夫人，自然该你住正院。圣旨到，庆国公府接旨。
臣妇接旨。王公公，是不是陛下下旨封我这新儿媳为世子夫人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感念沈将军在邺城之战中的英勇牺牲，特追封为忠义伯。太好了，皇上给你父亲加官进爵，就是要提你为正妻了。世袭罔替，另念其女沈妙云知书达理，乃因公后辈，特自绸缎50匹。本来可以做大，保持殊荣，你却偏偏容不下妙云，非要让圣上出面降妻为妾。哼！急什么？这圣旨还没读完呢。国公世子裴玄屡立战功，特赐4名美人为妾。封忠义伯便宜族里兄弟就算了，还赐了4名美人给裴玄，这岂不是要分我的宠吗？老夫人，世子不在府中，你就替他收了这4个美人吧。老身感谢陛下圣恩。沈姑娘，你也替你父亲和即将袭爵的兄弟接旨吧。谢主隆恩，不知陛下如何安顿我，可有抬举我为正室的旨意？太后娘娘不是下旨命裴世子纳您为贵妾了吗？妙云可是功臣之女，这陛下跟太后怎么可能给她个妾室的名分？太后娘娘的旨意是让世子纳沈氏为贵妾，您怎么认为他老人家会点妻为妾呢？这是多么糊涂才会做出的事儿啊！这不可能！我父亲有军功在身，太后怎会如此对我？可恶的云清，他明明知道太后的决定，故意看我笑话。姑娘，我还以为太后罚您抄女诫是想要抬纳沈氏为正妻呢，没想到当年先帝宠妾灭妻，太后与那霍贵妃斗了大半辈子，为的就是护住中宫嫡妻的体面。是断不可以妾室越过正室。奴婢还以为您要抬举那沈氏，让她与云氏平起平坐，狠狠报复一下永宁侯府。我若真这么做，不但报复不了永宁侯府，还会协助他们多一位皇妃，甚至皇后。您的意思是，陛下欲设高祖之师，想要……他做梦，只要哀家活着1日，他就休想留下千古骂名。那世子夫人如果恢复自由身，陛下怕是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呀。那就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与裴玄和离，将他一辈子困在庆国公府的后宅里。还有，你去宣哀家本家苏雪柔进宫，当初她可是和云清并称圣经双姝，哀家就不信了。姑娘，这一个沈氏就算了，现在又来了4个美妾，这可咋办呀？反正我都是要和离的，真正有危机感的该是沈妙云才对。况且我还要靠他们帮我对付裴玄那厮呢。
什么周一博爵位，看似是后赏，实则半分好处都没有落到我头上。我千辛万苦制造的舆论，不但没有得到我想要的，还给我招来了4个劲敌，好处全让我那个哥哥你。我认命就不设计爬上裴玄的床。云清，只要你死，我才能得到世子夫人的位置。啊切！谁在骂我？看宫里的意思，是有人给我撑腰了。我这得想个法子，让裴玄主动跟我和离才是。青兰，你去知会账房一声，各房支取超过50两，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姑娘，为何不趁此机会直接将财政大权收了呢？裴府那些忘恩负义的东西，根本不配用咱们的银子。现在还不能跟国公府撕破脸皮，在没找到全身而退的办法前，我还要跟着一大家子人豺狼虎豹，虚与委蛇。青兰，你约下各位叔伯到御品坊一叙。是。青姑娘来了。各位叔伯都是我父亲用心栽培之人，如今还尽心辅佐我，云清感激不尽。哎，姑娘，你这么说就是对我们生分，敢动我们姑娘，明儿我就杀他裴家个片甲不留。裴家如今不敢动我。今日请各位叔伯来，是有几件事情想要拜托你们。青丫头，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便是。赵叔，你帮我查清楚父亲留给裴玄的人脉。于伯，你帮我收集裴玄的把柄，什么都好，我要拿捏他，和他和离。好。王叔，你把我的嫁妆和庆国公府彻底剥离开，我要一一跟他们清算这些年我为庆国公府花的银子。好，姑娘放心，我们一定帮你办妥。我去账房取钱，账房说超过50两要经过你的同意。都是一家人，何必在银钱方面苛待各房？国公府的田产每年只能生产1万两的利润，若是不紧着点，下半年都得吃土。你的那些嫁妆银子呢？先拿出来垫着。你的那些同僚们都是拿妻子的嫁妆来维系府上生活的吗？云氏，你莫要太过分。过去那3年你不一直贴着的吗？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你之前不是还想要休了我吗？现在又怎么好意思来问我要钱？行，你不补贴家里，总该补贴给我吧？我现在急需3万两去打点官场，你现在立马拿给我。我认识永顺钱庄的掌柜，世子要是缺钱的话，我引荐你去那里借。你，母亲说的对，圆了房就老实了，不会整日将和离挂在嘴边，最好再生个孩子，永远的困住他。夫人处处与为夫计较，可是这段时间为夫冷落了夫人，如果是世子满足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世子荒谬！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淫邪之事，成何体统？既然夫人不喜欢白日宣淫，那我晚上再来。姑娘，你没事吧？你去偏房，将裴玄的消息告诉4位美妾。世子爷，世子爷，自打我入府，你还没来要过妾身吗？我走嘛，走嘛，
哼，那裴玄真是胆大妄为。那子璇呢？可有曾绊住裴玄？裴世子并没有进入云姑娘府，得赶紧让青青和离。你去查查裴玄想要笼络军中哪些人脉，把消息散出去。是。哦，对了，你妹妹程雅是不是在出阁前跟云清走得近？你让她多去陪陪云清。是。裴玄，这是你自找的。姑娘，余伯的消息会不会有误？世子虽说要打点官场，可并未细说。余伯是怎么知道世子要贿赂边关将领的？余伯跟随我父亲数十载，想必他是有特殊的渠道获取消息。我相信他。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如果他要3万两银两，是去为了贿赂边将，给他便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狗。少夫人，老夫人请你去荣安堂一趟。打瞌睡就有人来送枕头了。走，我们去给我的好婆母请安。是。主母，那兵部侍郎才长几岁，都当玉儿他爹了。你让玉儿给他续弦，岂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呀？平常人家的庶女哪有如此殊荣？我已经同侍郎说好了，过几日便让裴韵跟他见一面。老夫人找我，所谓何事啊？玄儿刚立下大功，现在正是打通官场、收买人心的好时机。玄儿那边的银子不能断。你得帮他一把，等他的官职定下来后，便让他弟侄子韦庆峰告命。咱们女人的尊荣啊，就得靠爷们儿去外面挣。这几日我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做的确实有点过了。您说的对，女人的尊荣还得靠男人挣。我会帮衬世子的。哎呀，这就对了。玄儿年纪轻轻便立下大功，以后封侯拜相指日可待。你们殊荣一体，他好了，你也就好。以后不要再提和离的事，一家人应当和乐度日。我好不容易让云沁有了和离的决心，若是他不和离了，哪还有我和伟哥的地位？不行，绝不能让他们和好。对了，过几日便是永乐公主的生辰宴，礼品你也一并准备好吧。老夫人，我刚给世子出了3万两银子，这一时半会儿恐怕拿不出这么多银子。过几日，陛下便要提拔玄儿为正二品禁军统领，你妻贫夫贵，到时候便是2品的诰命夫人，别太小家子气。若是没别的什么事，云清先告退了。不知梅姨娘和二妹妹来我春熙堂，有何指教？世子夫人，求您救救云儿吧，哪怕要我命都行。梅姨娘，你我素来并无交集，我为什么要帮你？你放心，我会尽快拿上投名状。姑娘，这会不会是老太太的陷阱啊？泥人尚有3分脾性，梅姨娘母子处处被徐氏打压，还想拿裴韵的幸福来换裴玄的前程，他们想要反抗也是正常的。
说他是奸细，那我就将他一并收拾，送给老太太便是。母亲，你就带我去嘛。那是永乐公主的寿宴，带你去不方便。我不是为了争颜面，都是为了伟哥啊。他可是国公府的长孙哦。老夫人，少夫人传话过来，她先去了，让您自行去永乐公主府，还说让您记得带贺礼。这个云氏，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世子夫人，您随奴婢这边请。大人，庆国公府的贺礼由我婆母送出，等会儿他老人家过来了，会一并带过来。好，世子夫人客气了，您请。哎呦，你这肚子都显怀了，你可悠着点儿。我没事，倒是你怎么样？我那相公瞒着我就算了，怎么连你也瞒着我？这2天才知道你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的心得多疼啊！哎呦，我没事儿，你看我这不好着呢吗？倒是你这要是动了胎气啊，你那个婆母非撕了我不可。那我是白担心了，眼泪也白流了。你呀，你就是个缺心眼儿的。哎呀，不哭不哭啊，可没白流，至少我可感动了。啊，你那婆母没跟你一起来，不会是想了什么阴损招要害你吧？可真有你的！既然戏台搭好了，咱们就找个绝佳的位置好好欣赏。跟我来。这徐氏身边站的是谁呀？嗨，这不是庆国公世子新纳的那个贵妾吗？今日皇上都亲临了，这徐氏居然带妾来参加寿宴，这是不给皇家面子呀！就是，我们家沈氏可是功臣之女，太后亲封的贵妾，如何进不来这永乐公主府？国公夫人，你还没给贺礼呢。我儿媳向来周到，怎么可能不带贺礼？定是你们私吞了。众目睽睽之下，我还能私吞你国公府贺礼不成？你大胆！谁在我府上吵吵闹闹？哎呀，公主！参见永乐公主，参见永乐公主。把本宫的公主府当菜市场吗？吵吵闹闹，成何体统？公主在上，殿下您可得为老身做主啊！我领我儿媳特来赴宴，那阿萨管事诬我们没交贺礼，我看分明是他私吞了。哦，国公夫人今日带着妾来赴宴，怎么是想来给他造势吗？殿下，我们家沈氏可是忠臣之女，兄长也承袭了忠义伯爵位，最重要的是，她可是太后娘娘亲自册封的贵妾，来咱们府应该是够资格的。大胆！本宫可是当今圣上胞妹，你今日说带个妾来参加本宫的生辰宴够资格，我岂容你这般羞辱？你这婆母可真是愚蠢至极。这些年要不是你打理，这国公府恐怕早就败落了。永乐公主，您的裁断恕老身不服。这庆国公世子都为了一个贱妾舔着脸求到了圣上面前，我原本以为他是仗打多了成了个莽夫，可我如今一看，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本公主府可容不得你们这些家风不正之人来糟蹋。来人，在，把他们给我轰出去！是。母亲，要不咱还是算了吧。真是越老越糊涂。难怪呀，能干出不拿贺礼就来蹭吃蹭喝的事儿。你们胡说什么？分明是那管事私吞了我们家的贺礼。我儿媳办事向来面面俱到，怎么会不交贺礼？臣未收到国公府贺礼，可国公夫人非得污蔑臣私吞了，请公主殿下彻查，
还臣一个清白。那国公府夫人的意思是说，本宫私德有亏了？既然这样，来人，请陛下来审查。哎，这皇上长得可是挺好看的，你这次呀是有福了。夫人，您就承认没定个侮辱公主的罪名，咱们国公府都得死呀！贱奴，闭嘴！殿下饶命！殿下饶命！早上少夫人传话给老夫人，说她前几日才掏了3万两嫁妆钱给世子爷应急，手头比较紧，拿不出贺礼，就请老夫人帮忙备一下。老夫人舍不得自己的提气钱，又不信云氏会空手赴宴，所以才空手前来。结果，本宫早就听闻这庆国公府私自挥霍儿媳的嫁妆，如今一看，我还真是大开眼界呀！你们裴家的内宅侄女，滚回去处理！来人，轰出去！是。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不要我！好，丢出去！真有你的，这婢女安排的不错呀。不是我安排的。啊，那是谁？宴会快开始了吧，我就不去叨扰了，免得惹永乐公主生气。还早着呢。再说了，你是你，你婆婆是你婆婆，这永乐公主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哎，对了，我带你看英俊后生去，来。啊！走。哎，救命！又死人了！哎呦，快走！哎呦，拜拜。哎，慢着点儿。莽莽撞撞的你，皇兄啊，永乐见过皇兄。对了，皇兄，那个云清，她也太惨了。还好我没嫁到国公府。不过我也得感谢青青，毕竟她帮我避开了那么一大家子狼豺虎豹。哎，对了，皇兄，云清也来了，我带你去见她。哎，今日是你生辰，来者都是肱骨之臣，切不可怠慢。哦，那好吧，那我先去招待宾客，我晚点带你去见他。去吧。哎呀，这圣境那些世家公子，我哪个没见过？哪有什么好看的？要说好看的，还真有一个。有一个顶顶好看的，你绝对没见过，那就是当今圣上。要不是你婆母认罪太快的话，还没等圣上圣裁，就已经被扔出去了，太可惜了。这是在聊我吗？哎，青青，陛下现在正在正殿上，我带你去请安，这样的话就能见到陛下了。别，这要是传出去，太后会以为我不守安分，无媚惑主，我这小命可就真不保了。不会的，正好你该为和离之后好好做打算。雅雅，你是知道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历天下。等我和离之后，我就打算离开京城，四处行商，碧洲泛湖，寄情山水的日子，不香吗？你走了，朕怎么办？好了，你到哪，朕便陪你到哪。参见世子夫人，老夫人请你回去。青青，婆母找我，我去就回啊。莫公子怎会在这儿？对不起，3年前我还未从庶母庶弟中夺回权势，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嫁入国公府。莫公子无需抱歉，
曾经种种都是你情我愿，现如今我已嫁作他人妇，你我之间只剩下前尘往事，注定是有缘无分。过去种种，我已看淡，也请莫公子向前看，不必抱歉。你对我也有情，对不对？你若担心流言蜚语，大可不必。我可是……莫公子谨言慎行，你怎么也在永乐公主府？是受邀而来？永乐公主在莫阁订了一批古玩，我特地带人一起送过来，没想到还能再见你。既然如此，莫公子请自便，我还有事，先告辞了。陛下，陛下，前面有人来了，追上去有损云姑娘名声。也罢，基于一时也无用。你清清河里恢复自由之身，朕定名正言顺地把她娶进宫门。这不是世子夫人吗？这般匆忙的跑出来，怕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怎么偏偏遇见这群人？怕不是在跟男人私会，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所以这才行色匆忙的跑出来了吧？世子夫人确实该整理一下仪容，这看着确实像与人私会。咱们这会儿进去，说不准能将他野男人抓个正着呢。对，不可！凭什么不可？我看你就是在与人私会。这也没有人啊！不可能！说是没有与人私会，怎么会衣衫不整、发丝凌乱的跑出来？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弄乱了衣服罢了。云清啊，你好歹也是与我齐名的圣经双姝，怎么也开始自甘堕落了？什么圣经双姝？就她也配跟苏姐姐您齐名？苏姐姐可是要做皇后，母仪天下的，她就是一个国公府的弃妇，怎配与之相比？刚刚那些说话的都记下来，给朕一份名单。敢欺负青青，真是不想活了。是。哦，对了，再整理一份京中纨绔子弟的名单出来，朕好人做到底，给这些待嫁闺中的闺女们好好赐婚。是。放肆！堂堂公主府，是谁给你们胆量让你们在这里嚼舌根的？参见永乐公主。你依然还有3分脾气呢，你是死的吗？就任由他们这么作践你？公主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没有父亲撑腰，我哪有底气跟他们顶嘴？你们都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敢这么欺辱有雷雷功勋的永宁侯府嫡女，本宫警告你们，哪怕侯爷去世，他依旧是尊贵的侯府千金，容不得你们这么作践。以后要是再被我看到你们这么欺辱他，就别怪我翻脸无情。公主殿下，您虽然身份尊贵，但也不能阻止我们交谈呀。更何况我们说的都是事实呀。云清刚才确实衣衫不整的出来，那肯定是去私会野男人了。那裴玄洞的纳妾，我云清为什么不能找野男人？还有，你们居然敢顶撞我，这样你们俩互相长自己的嘴。公主，我们不服气，那就打到服气为止。动手！这永乐任性也有任性的好处。公主殿下，您看在臣女的面子上饶了他们吧，这都是未出阁的女子，这样长嘴有损清誉。哼，虚伪的女人，看本宫怎么拆穿你！你也知道女子的清誉很重要，那你们刚才污蔑云清的时候，可有考虑过她？还有，本宫为什么给你面子？凭你是相府千金吗？若我成了皇后，定要把你嫁到塞外和亲。这说起来，赤剑风波的始作俑者好像是你吧？那既然如此，本宫就不能厚此薄彼。你们俩去长他的嘴。公主殿下，你要不要想想自己在做什么？我的脸面是那么能轻易丢的吗？哦，完了，未来皇后被当众打脸，回宫后永乐怕是有苦头吃。你居然敢打我！你现在好像还不是皇后吧？既然不是，
本宫为什么不能打你？你别以为我母后看中你就是国母了，我皇兄好像还没有下旨册封吧？我让你欺负云清，我让你欺负云清，我看你还敢不敢？行了，你们都赶紧回自己府吧，让你们的父母好好管教你们。滚！居然被当众整过，颜面尽失，我还如何舔去后悔？有了，这个仇我记下了。哼！打了他，你不怕被你母后跟皇兄责罚吗？怕，很怕，非常怕。既然这样，青青，你让我去你们国公府上住几日，避避风头，好不好？国公府后院乌烟瘴气的，我怕碍了公主的眼。哼，小气鬼！哼，青青，等你和离之后，我给你介绍个俊俏郎君，好不好？谢谢公主。不用。那怪可惜的，我皇兄可是很俊的。青青，臣妇参见公主殿下。哎，表嫂，免礼，你还怀着身孕呢。青青，我这么一会儿不在，就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公主已经为我撑腰了。你们，我跟青青现在可是好姐妹、好闺蜜。说起来，我还得多感谢青青的巧君之恩，让我筛选了个渣男。你呀，还是赶紧想想怎么去跟皇上交代吧。啊，我母后可是非常宠我的。青青，要是你今日徐氏受了气，怕是回府之后得拿你撒气了。就是啊，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到时候那个徐氏不会给你好果子吃的。那我就让他亲自求我回去。这个该死的云清，竟然设计让我在那些名门贵族面前丢脸！我要让他百倍不千倍的还回来！来人，去门口给我守着，只要那个贱人一回府，把他给我绑了押回来！母亲，云清肯定是故意让我们去丢脸的，你一定要严惩他，绝不能放过他！来人，把那个出卖我的贱婢给我抓回来！禀夫人，那奴婢趁乱逃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的卖身契还在我们裴家，派人去把他给我抓回来！来，母亲，去派人通知梅姨娘，让裴韵好好收拾收拾。过几日我安排她同左侍郎见面，只要她嫁入侍郎府，这未来的兵部尚书算是巴结上，等玄儿接任禁军统领，我看他们哪个还敢嘲笑我们裴家！禁军统领？我哪里还当得上禁军统领？玄儿，发生什么事了？母亲，你怎么糊涂至此？去永乐公主府祝寿，居然连贺礼都不带！还有，谁让你带沈氏去的？她是妾，是妾呀！贺礼，不该云氏准备吗？我带沈氏去赴宴，不也是想着抬举伟哥吗？云氏不是跟您打过招呼了吗？你舍不了那些身外之物，还污蔑永乐公主府的礼官私吞贺礼，简直愚不可寐！云清现在回了侯府，朝中说我家宅不宁，要收回提拔我为禁军统领的旨意呀！这可如何是好啊？都是你目光短浅，这是要毁了我的前程啊！你，请府医，快去请府医！我醒来转告他，让他亲自将云氏接回来，好好安抚。姑娘，我刚在街上撞到了二小姐的贴身婢女，将一个年轻的郎君请到了临街的巷子里。你回趟国公府，把这个交给梅姨娘，让二小姐来永宁侯府见我。于伯。啊，姑娘。
你是怎么查到裴玄想贿赂边将的？侯爷生前在军营留下了不少人脉，您放心，这消息属实。裴玄拿到银子后，确实贿赂了北境的吴腾。这哪是我查到的呀？分明是莫公子透露的。就是不知为何莫公子不让我告诉姑娘。他居然与镇北侯的副将勾结。裴玄，既然你一心找死，我成全你。于伯，你以庆国公侯府的名义，在北境建立一些消息点，做得隐蔽些，别被别人发现。是，属下这就去办。二妹妹久等了。嫂嫂，姨娘让我替她带句话，说你交代的事情她会尽快办好，请你放心。上次永乐公主府上的事，也请你替我谢谢姨娘。嫂嫂客气了。二妹妹可有心上人啊？大嫂，我这么多年在国公府忍辱负重，就是想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可是嫡母她欺人太甚，竟然拿已经年近50的老头来羞辱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嫂子救救我！妹妹快请起。就算有损你的名声，也在所不惜。不管用什么方法，哪怕我名声尽毁，我也要叫我所爱之人。那你多谢嫂嫂成全，日后你要是有用得到我的地方，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帮你。妹妹客气。这是别怕，我会一直在。儿臣参见母后。混账东西！大晚上跑去臣子府邸，窥探人家妻子，此事若传出去，萧家颜面何在？皇室颜面何在？从明日起，不许再见云氏。母后年事已高，还是在慈安宫颐养天年吧。若您觉得宫中有些枯燥了，可以让永乐陪您去行宫住一段日子。你可真是哀家的好儿子呀！竟也学那霍贵妃欺压于我。好，如今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哀家管不了你了。今日哀家将话撂在这儿，有我就没有他云氏。哀家倒要看看你能为他做到什么地步，是不是要做那忤逆犯上的昏君？哼！多派些暗卫，暗中保护云清。是。姑娘，姑娘，这么慌张做什么？于掌柜派人找到了二姑娘说的那位公子，问您什么时候与他相见。尽快安排。是。大胆！云清怎么会半夜私会一年轻男子？这活真不好干，说了不高兴，不说有可能掉脑袋。
那小白脸相貌如何？相貌英俊啊，比起陛下甚是不如。要不咱去看看？备车。臣这就备车前往永宁侯府。谁跟你说我要去侯府了？既已是二妹妹的心仪之人，不必多礼，请坐。我经常听云云夸您，说您聪慧坚韧，给了她诸多照应。经常？我家二妹妹的处境，你应该清楚吧？她都告诉我了。要不是因为她母亲还在府上，我不介意带她私奔。倘若私奔，你可能这辈子再也无法入朝为官了。为了裴玉，我豁得出去。你倒是对得起这个名字，铁骨铮铮。不知道你的父母可否知道你这个决定？我没有父亲，家母她支持我的决定。看你如此痴情，我便助你一臂之力。不知你可否愿配合？请夫人赐教。我们就这样。好，我马上就去准备。还看？都没影了，还眼巴巴的瞧着。莫公子怎么会在御品坊？如果我说我是来跟进合作的，你信吗？莫公子请自重，你就站在那儿给我说话。公子真要一意孤行，让我和这世间礼法不相容吗？对不起，刚才见你盯着少儿郎许久，不免心生一番醋意。多谢公子抬爱。上次我与公子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公子是来谈生意的，我欢迎；但是公子是来这里说这些的，还请公子离开。那人是谁？庆国公府徐氏为了拉拢兵部侍郎，将府中的庶女许配一个老头，但那个庶女心有所属，她心中郎君正是刚才那个青年。原来如此。这个少年身为猎户，但是可以为了爱情和强权对抗。他为了裴玉，求一个只是听说很好的人，甚至做好了带裴韵私奔，永不入朝堂的准备。好看吗？莫公子，既然公子当初不告而别，现在又来干什么？当年我与庶弟夺权，过程十分惨烈。若当时向侯府求娶，恐怕把你卷入危险之中。我赌不起。爱一个人，无需权衡利弊。就拿他们两个来说，宁愿两败俱伤，双双赴死，也不忍心两个人各自嫁娶。公子，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既然你当初选择了夺权离开，我们就注定，如果再这么纠缠下去的话，只怕是会酿成大祸，害人害己。皇家多嫡与世家不同，先皇本就忌惮永宁侯。如若我贸然求娶，一旦失败，你我皆为刀下鬼，
而永宁侯府也将不得善终。这些我要怎么和你解释呢？我夺权，因为我是公子，难道你要把我们仅剩的一点回忆都磨灭了？你可以怨我不辞而别，但你不能否认我对你的感情。我保证，你和离之前，我会恪守规矩，不再让你为难。但在你和离之后，我有追求自己心之所爱的权利。你可以拒绝，但不能阻止。姑娘，您别难过，那位谈合作的富商，是不是就是？没错，他就是我4年前所救之人。莫公子。青兰，以后若是他来找我，都拒之门外。陈琳，你说我若是一开始就告知我的身份，云清会不会？先皇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清楚吗？您当时若是告诉了云姑娘身份，会害了云母。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跟青青如实告知？不可，您若说出身份，会将云姑娘推得更远。你说，你知道惹女孩子生气该怎么哄吗？属下觉得，良言一句三冬暖，真情流露必逢春。真情，你还真是足智多谋啊！哦，对了，永乐公主还未婚配，他日朕给你做个媒。陛下，您不能恩将仇报啊！姑娘，这箫声里的情意绵绵不尽，这莫公子呀，是爱慕您的。看来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等我拿到和离书，我就去一个他寻不到的地方，断了这条命。奴婢看到有一男子站在少夫人的屋子外吹箫。云清啊云清，胆敢半夜私会野男人！既然你把把柄送到我手上，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是，奴婢这就去办理。姑娘，接下来咱怎么办？自然是以牙还牙。夫人，请喝茶。瞧瞧，这就是你逼我舔着老脸也要去接回来的好儿媳，转头就给你戴了绿帽，她配让我去接吗？配吗？如果没有她，你能打理好内宅，让裴家经久不衰吗？这可怎么办？难道就是由她在外面勾三搭四的，将你的头上变成青青草原吗？您先休整，咱们去侯府。姑娘，老太太和世子来了。这就是永宁侯府的待客之道吗？哼，连个接待的人都没有，还有没有教养啊？这里不是国公府，是侯府。国母说话还是收敛些为好。云氏，你莫要太过分，她可是你的婆母。
婆母？这世上哪有婆母在儿媳家甩儿媳脸的？他这一巴掌下去，羞辱的可不止我一个人，是我们永宁侯府上百条种魂。当年先帝来我府上看望我父亲的时候，都是客客气气的，他凭什么撒泼？哼，永宁侯府确实走过，可你乃是裴家媳妇，生是裴家人，死是裴家鬼，教训你天经地义。那你就回国公府再教训我。这里是侯府，侯府就能纵容出嫁的女儿私会外人吗？云氏，我裴家清清白白，可容不下你这种不要脸的儿媳。国公夫人，说话是要有证据的。诬陷侯府嫡女，侯府是有权告御状的。你好好出去听一下，听听他们说的有多恶心。你要没干，别人会说三道四吗？这恐怕是国公侯府上有人不甘寂寞，找我当替罪羊呢。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害你不成？我可没这么说。把人带上来。走，跪下！贵人饶命啊！贵人，我们哥俩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呀。这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外面的传闻是有人指使我们去侯府外听墙角，然后宣扬出去的。是啊，是谁指使你们的？是他，就是他。不是我，不是我。你需要转移话题，说的是你偷野男人的事儿。约会男人就不能有别的事儿吗？只有见不得人的事儿，才需要在晚上。还真是商量点见不得人的事儿。没你们什么事儿了，先下去。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走，快走。妹妹，前几日你可曾有去琼玉楼？拿上钱，赶紧的！伟哥的事儿，你最好闭上你的嘴，否则休怪我不念旧情。放心吧，这事儿就烂在我的肚子里了。没的事儿啊，你先别急着否认啊。可能你不知道，这琼玉楼可是我的产业。现在我店里的人都在传你夜会男人的事儿，不知道这个谎言，妹妹该如何解释？世子，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他都说了，饭店是他的家业，他想让伙计怎么说，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哦，我的伙计拿钱就按照我说的做。那妹妹，你花这么多钱在外面宣扬我水性杨花夜会男人，是真是假，不也是妹妹一句话的事吗？你强词夺理！够了，这些家庭琐事等回府再说。毕竟你身为我的夫人，久住娘家，这本就不合规矩，才会遭来非议。今日我带母亲来，就是为了把话说明白，光明正大的接你回府，堵上外面人的嘴。世子说笑了，我是侯府独女，先帝有旨，我父亲过世了之后，侯府任我处置。世子要是觉得我不懂规矩的话，和我和离便是啊。你云氏，永乐公主府发生的事儿，是我的错，我不该带妾室去参加宴会，拉你的脸。我保证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你也莫要再提和离，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回去吧。回去可以，但你必须办个归家宴，当众向我道歉。你若是要能做到呢，我就跟你回去。云氏，你别得寸进尺。站住！你要去哪里？回海棠院种花呀，毕竟啊，要常住这里呢。哎，等等！归家宴照办，但是能不能不要当众道歉？我都这把年纪，我不要脸面了吗？要不是为了裴韵和云峥的事儿，谁稀罕你的宴会？行，那就后天邀请他们来国公府赏花。喂，怎么有眼睛？
会让你连本带利的还回来。青兰，吴贵人喜欢吃葡萄。葡萄100文。那个宴请世家的夫人贵女这事儿，要不就算了吧。府里的日子过得向来拮据，哎呀，还拿那么大一笔钱来办酒席。那是我理解错了，误会婆母您了。您这么通情达理，自然不会逼着我回婆家，害世子丢了即将到手的官职。你别拿这事来压我，宴请宾客本就该你这世子夫人操持，哪有我这婆母出银子的道理？婆母此言差矣，归家宴本就是我回世子府的条件。如今国公府中馈已交还于您控制，我这哪有这么多银子来办这场宴席啊？况且婆母应该不会想因为这点小事儿而耽误了世子的前程吧？你这是在威胁我！哎呀，儿媳不敢，只是在提醒婆母，此事重大，还请婆母谨慎考虑。府里什么情况你也是知道，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银子。这样吧，你先垫着，雪儿马上就上任了，到时候肯定有很多赏赐，日后世子拿到赏赐，再从赏赐中扣除还给你。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儿，这是打算空手套白狼啊！婆母，你也是知道的，自我嫁进府之后，这所有的嫁妆都贴进了国公府，如今手头也不宽裕，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银子。这样，你出一半，国公府出一半。只是现在产出不够，你先垫着。过阵子铺子上的租子收上来，你拿着便是。好，既然你上赶着送人头，那我此时定让你狠狠的推一回席。行了，回家宴虽然应承你，但国公府出一半已经很有诚意了。今日你便去送帖子，邀他们来府上赏花。我这就去准备请柬的事宜。好，你先准备着，时间仓促，你好好盯着，免得到时候怠慢了宾客。宴席所用之物，我一定会挑最好的，保证啊不会丢国公府的面子。婆母放心。好，你办事了，我放心。好你个云清，我前几日好歹帮你出了口恶气嘛，你这宴请赏花不叫我。公主有所不知啊，我这办宴会是为了整人，这种阴私手段，我怕污了公主殿下的眼。整人？哎，怎么整人？这种事情你就应该喊我才对嘛！你且说来听听，本公主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夫人真是好福气呀！儿子那般出众，再过不久，怕是得加官进爵了吧？对对对，听说陛下发了话，说等世子立功回来，就让他接任18卫所的统领之职。儿是出头的正二品武将，放眼整个盛京，那也是独一份啊！老夫人可羡慕死老妹妹们啦！诸位老姐妹们谬赞了，今儿就尽情玩乐。也沾一沾这福气。哎，老夫人，怎么回事？不知道呀。什么？老身还需要处理点事情，各位夫人请随意。好，走吧，去那边看看。妙云，还是你厉害。这庆国公府可真豪华呀！我们边关当属你嫁的最好。我听说那云清是个厉害角色，之前在公主府，苏小姐连后卫都保不住了。她在国公府是不是也这般厉害？要我说呀，这妻还是不如妾。
你还有什么用啊？出嫁随夫，妙云可是太后亲抬的贵妾，还有国公府长孙傍身，好福气啊，还在后面呢。哼，不受宠在夫家什么都不是。她云清在圣经不过就是连自己丈夫都看不住的笑话。沈姨娘，沈姨娘，需要在外人面前搬弄是非，你我同属国公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若都像你这样肆意妄为，整个国公府都会被人耻笑的。你我又岂能独善其身？妙云，这人是谁呀？不过是靠我夫君逼有的庶妹罢了。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不好了，有人落水了！救命！救命啊！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有人落水了！还是世子林云总摔了重要棋，要是死了，裴玄的前途是毁了，那我岂不是枉费心机嫁来这国公府？你快去救人！可奴婢不会水呀！完了，有人落水了，快救人！有人跳水了，好像是个男子。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救人！实在不行，让他死了，也不能让外能给玷污了。快去！你们在干什么？臣女见过永乐公主。二妹妹，你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落水了？怎么回事？少夫人，是沈姨娘。沈姨娘她一巴掌将小姐拍到了湖里。我没有。沈氏，你好毒的心！你平时不把我这个主母放在眼里也就罢了，可是二妹妹是国公府的血脉，你怎么敢连她也……不是我都没有用力，她感谢公子舍命相救。今日要不是你，我这二妹妹可就……举手之劳罢了，二姑娘应该并无大碍。这裴二姑娘可尚未出阁呢，这如今落水被救，与外男有了接触，这好好的清白不就毁了吗？可怜呀，这好好的姑娘，我就这样失去了清白，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二妹妹莫要多想，今日事情紧急，这位公子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手相救。况且有永乐公主在，定会为你主持公道。正是如此，裴二姑娘你放心。既然今日本宫撞见了此事，定会保你清白，不会让人污蔑你。这位公子，今日你救了裴二小姐，也算是有缘。也不知你愿不愿意将裴二小姐娶进门，堵住这悠悠众口？草民愿意。不行，怎么不行？男方觉得行，女方也说行，本公主也觉得行，怎么就你觉得不行？啊，好你个毒妇！先是害小姑子丢了清白，现在要阻人姻缘，怎么？难道是要本公主将你拉入顺天府，让福颜好好审审你吗？不要啊，公主殿下，臣妇冤枉。不是你是谁？难不成她好好的一个黄花闺女，没事自己往湖里跳？没错，就是她自己跳的。我刚刚明明没有用力推她，她就……天哪！二妹妹晕倒了，快把她送到春熙堂的暖阁，去给她换件干爽的衣服，让医女瞧瞧。是，快去。多谢殿下成全。可是啊，这二姑娘的婚事，恐怕还要请示老夫人。公主殿下，臣妇见过公主殿下。老夫人，你还真是教导有方啊！先是儿子宠妾灭妻，再是妾灭树坑夫。老夫人，这回你可是真是圆满了。母亲，我没有，我也不知裴玉他怎么就掉进水里了。妙云，你这回太莽撞了。裴韵可是要嫁给兵部侍郎做续弦的，如今这可如何是好？殿下，兵部左侍郎林家是个好人家，
裴云嫁过去，定能享福，还能当主母。公主有成人之美，帮她压下去如何？哎呀，左侍郎的嫡次女今日也在场，这个恐怕瞒不住吧。可她如今失了名声，不嫁左侍郎，这圣京还有哪家的世家公子敢娶她？人是他捞上来的，自然由他来负责了。草民愿意为二姑娘负责。滚开！你算什么东西？这桩婚事乃是双方永结修好所定，若是传扬出去，那我庆国公府如何向兵部侍郎交代？那依你的意思，是要向林家示好了？朝堂和睦，乃是盛世所期。不过本朝堂早有明确规定过，这朝臣之间不得结党营私。这掌管边境要职的庆国公府如此拉拢左侍郎啊！你是想掏空整个兵部啊？臣妇惶恐，还请公主明鉴，我裴家忠君之心，天地可鉴呐。这个忠君之心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了。哎，这样吧，我先去问一下我皇兄，等他来定夺吧。殿下，是我糊涂。公主殿下，就不要拿这点小事去打扰陛下了。那裴韵姑娘如何处置啊？自然是由捞她之人负责。啊，行，那此事就这么定了。今日这事呢，我会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嘴，将此事烂在肚子里。哎呀，这本公主也有些乏了。少夫人，你引我去后宅休息一下吧。是，殿下。你们先下去吧。母亲，我没有。我辛辛苦苦为雪儿谋取这段婚事做跳板，你竟然毁了裴韵的婚事，毁了雪儿的大好前程。玄儿早日离了你才好，你给我搬去偏院，变为贱妾。母亲，我知道错了，您放心，我们沈氏一族满城将士永远都是世子的后盾，即使没有兵部侍郎，有我沈氏助力，世子迟早会加官进爵的。哎呦，我的好妙云，快起来！你说的话可当真？母亲，您想想，我们沈家可是陛下亲封的伯爵，况且边境将军与我沈家交好，到时候让将军多说几句好话，世子的青云路必定会顺畅的。哎呦，好好，我的好妙云。还好雪儿娶了你这个能干的，不像那个云清，不帮雪儿就算了，还处处使绊子。哎呦，我的好妙云。劳烦公主在屋外等我片刻，我想换个衣服。好，青青，你先换，我先随便逛逛。你怎么在这儿？这里是国公府，而且今日宴请人来人往，你想害死我？别为我担心了，区区国公府不会有人发现。你是有什么急事非要见我吗？衣服怎么湿了？我去给你拿干净的衣服，别着凉了。该说的也说了，该见的也见了，你是不是该离开了？唉，看来我莫某人还是多此一举。这是庆国公私放印子前的合约。没什么别的要求，你别生我气就好。青青，青青，我的衣服也湿了。你们
你们，你别冲动，她是永乐公主，是陛下的胞妹。你要是把她杀了的话，不光是整个庆国公府完蛋，就连你也跑不掉。你确定她不会说出去吧？我会说服她的，不会外传。哎，这啥情况？青青不知道皇兄是皇帝，恐怕皇兄刚才是为了警告我不要碰一下。对，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继续。公主，行了，大家也都别杵在这儿了。今日国公府设宴，本宫可不能喧宾夺主了。臣妇见过公主，殿下您能来参加宴会，实乃我国公府的福气。不想今日有不长眼的扰了您的雅兴，臣妇在此赔罪。今日您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尽管开口，臣妇一定让您尽兴而归。老夫人，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永乐也就不客气了。本公主最近特别馋那13娘娘的醉春风，老夫人可否买几坛回来？那醉春风堪称天价，足足2000两银子一坛。今日这国公府怕是得下血本了。是呀，宴会的钱，再加上5坛醉春风，这学生的几笔钱，怕是要大多。这……怎么？难道是本宫不配喝吗？殿下您误会了。既然殿下喜欢，那臣妇即刻叫人去买。去买！哎呀，还不快去买酒！是。今日宴请各位，一是赏花吃酒，二是感念我儿媳妇云清3年来对国公府的操持和付出。我国公府能娶到云清这样的儿媳妇，真是3生有幸啊！云氏真是好福气啊，有个体贴的好婆母。云清这个让我记下，她是定要你百倍千倍偿还。公主您稍坐。来，今日宴会可真热闹。好酒啊！姑娘，梅姨娘派人来传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随时可以听吩咐。来，喝酒，好戏马上上演了。今日啊，托公主的福，让我们也能尝尝这圣经名酿。老夫人，依你的意思，这酒要本公主买单。公主您误会了，您是客人，这酒哪让您买呀？今天这宴会是我安排的，一切开支自然由我负责，您只管喝。说好的给钱吗？主上出来！钱呢？出来！快点，出来！公主您稍坐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负责采买的管事按照少夫人给的单子去置办东西，都是赊的账。这会那些商贩都上门来要账，可账房说没经少夫人同意不给，再任由他们这样闹下去，怕是又得让各位夫人小姐们看笑话。你说什么？今天采买的货都是赊的账，1两银子都没出。欠条我还在那些商贩手里呢。奴婢瞧了，有国公府的私印，是真的。云氏这是干什么？昨天他不是答应要出银子吗？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八成是少夫人不想出。夫人，咱们该怎么办呢？你去知会云氏一声，让他出面解决。是。
吵什么吵？没看到我正在办宴会吗？你们是想翻天呐？您就是国公夫人吧？昨日府上采买赊的账，我算了一下，一共是21000两银子，恳请您支给我们吧。什么？21000两？谁让你大手大脚花钱的？这些钱都够办3回上花宴了，把你卖了也不够零头啊！是少夫人吩咐的，说您要把这次宴会办得隆重些，让老奴敞开了去采买。那采购的银子呢？他没给你吗？你为何要赊账呢？少夫人说，这次宴会是您办的，一应开支由您负责。国公夫人，您瞧我们就是做小买卖的，都不容易，恳请您赶紧把账给我们结了吧。是啊，我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就指着我这点毛利养家糊口呢。是我儿媳妇吩咐管事去采购的，你们找她要去啊？那就把少夫人给请出来吧。她正在招待客人，要不然……哼，堂堂国公府连2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继续为难我们，那我们就接着闹下去了。对，闹下去，好让府上做客的夫人小姐们都瞧瞧这国公府的嘴脸。里面人看着，出来了啊！哎，欠钱不还！这事儿闹大了，看国公府下大爷，他手里这2品职位，岂不是要有气？哎呀，去我库房取21000两银子出来！国公夫人，小的是13娘跟前跑腿的，府上在我店里欠了5坛酒，一共1万两。小的奉掌柜的吩咐过来，还请国公夫人你将钱支给我。又是1万两，你去找我儿媳妇要吧。府上的酒钱、茶水钱都归她管。府上在我酒楼里喝酒，说公主想喝醉春风，国公夫人大手一挥，说要请她喝。难道是府上的下人在酒楼里胡诌？您未请她喝酒，看来公主喝了5坛不明不白的酒啊！闭嘴！酒是殿下喝的，那我还是去找公主殿下要吧。毕竟她是皇亲的公主啊，应该不会为难我们老百姓。别，我给！哎呀，你去库房取21000两银子过来。哎呦，诸位，府中近期用钱紧张，还有1万两，哎呦，过个半月我必定奉还。哎呦，请，这下回府了，府里的积蓄也空了，你就纵容那个贱货吧。瞧瞧他那嚣张跋扈的嘴脸，眼里还有我这个婆婆吗？还不是你去永乐宫中府闹的。现在朝中不等人，要不然我会请他回来。玄儿，要想法子同他圆房，只有圆了房，才能将他彻底捆绑在裴家。姑娘，余伯今天派人来传话，说一共收到了21000两银子，还差1万两银子没收回来。您还是太心软了，要我说，不还钱就砸了这国公府。要是过期让他们抓住什么把柄，可就不好了。况且有欠条在，日后催总是能抠出什么边角料来。对了，先不说这个，宴席所用之物都是在我名下铺子里购置的，除去本金，我们挣了多少？1万两？不，15000两，整整15000两，再加上今日那些宾客送的礼，折成银子大概也有个4、5千两。记得让余伯把痕迹都擦干净，不要让许氏查到我们的头上。对了，再分些银两给梅姨娘，让她安顿好采办的管事。嫂嫂在吗？啊，妹妹请进。嫂嫂，今日来找你是有一个新的发现，关于沈氏，准确的来说是关于伟根的。什么发现？沈氏之前说伟根是早产儿，身体虚弱，所以病情才一直反反复复。但给其看病的是我娘家那边的亲戚，他说伟根不像是早产儿。若伟哥要不是裴玄的孩子，这势必是抓住一个他爱面子的好把柄。
谢谢妹妹告知。姑娘，世子爷说今天晚上来春熙堂圆房，让你准备好晚宴。姑娘，那我们今晚怎么应付？世子爷今日休沐，晚上肯定在府里，而且您的小日子才走了没多久，这个理由用不了。难道真的要圆房不成？想得美！你将世子爷要来春熙堂的消息传出去。我们不是还有沈妙云吗？是。维儿，莫怪为娘的心狠。若让你父亲与那女人圆房，日后必会诞下嫡子。国公府最是勋贵之家，最是讲嫡庶之分，日后岂能还有你的容身之处？为了顺利的当国公府世子的位置，为娘只能先委屈你了。世子，你知道的，伟哥身子一直就比常人弱一些，加上这次回京途中还感染了风寒，病情就一直反反复复的。我原本不想打扰世子，可伟哥一直呢喃着喊爹，我实在心疼，便叫您过来。我没有打扰到您吧？若有一次能像妙云这般面对人妻就好。无妨，今日休沐，手上并无太多公务，我已经找太医来给他看病了，你不必太过担忧。如此，便多谢世子了。时候不早了，你照顾好伟哥，我要去夫人那边了。这，他竟然还想着去跟别的女人颠鸾倒凤，裴轩怎能如此冷血无情？伟哥一直昏昏沉沉的，前不久还呢喃着喊爹爹。世子今晚就留在雅香阁好不好？我真的好害怕他有个什么闪失。世子，你留下来可好？我上午答应了夫人，今晚留宿在正堂，不能食言。你乖乖等着太医过来把脉，伟哥他不会有事的。男人果然是不行。既然这样，就别怪我将这国公府的内政讲得鸡犬不宁了。是妾身逾越，世子莫要与妾身计较。别哭了，我与云氏是正经夫妻，不得不考虑她的感受，只能先委屈你了。照顾好伟哥，侍奉好母亲，我们裴家亦不会亏待你。明天一早，我再来看望孩子。这种虚伪无情的男人，不要也罢。但国公府世子之位，我必须拿到手。只要儿子将来出现，我才能活得自如。希儿，安排2个好的心腹守住云氏，寸步不离的跟着云氏。只要云氏出门，就寸步不离的跟着。上次让他逃了，这次我一定要抓住他的把柄，将他从夫人的位置上拉下来。是。姑娘，这沈氏倒是个狠得下心肠的，为了争宠，不惜牺牲幼子的健康。他深知我与裴玄圆房意味着什么。如果我这个肚子要是争气一点，诞下了国公府的嫡子，那他的孩子可就半点希望都没有。姑娘，世子爷过来了，这可如何是好？如今已决定合离，那这圆房就是万万使不得的。倘若一旦有孕，那就不好处置了。要不要请他4个美妾过来挡一挡？应该没用，我看他这是铁了心的
要跟我圆房。今日答应夫人来正院休息，我可没有食言呢。世子今日这么有雅兴，不如和我对饮一杯，共庆一下。我吃过了。今儿这良辰吉日，我想，不如把新婚之夜没完成的事儿给补上吧。世子，今日的饭菜可都是夫人精心挑选的。这儿不用你伺候，下去吧。世子，夫人今天不太方便。捂嘴！轮得到你说话？来人，把他给我往死里打！我看谁敢！裴玄，你今天要是敢动青兰的话，我就将你娘偷放印子钱的证据送到御史案台。你怕是不知道吧？这负责查印子钱的刑部侍郎乃是我的大姑父，你去告啊！我看谁敢动我裴家！世子，夫人真的不舒服。世子，我依你便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只是我不想让热血仙事污染了这良辰美景。夫人若是早些懂事，怎么会闹得如此难看？是。坐下。不行！夫人真不愧是圣经双书啊，这容姿，放眼整个京城都无人能及。世子啊，你看这外面良辰此景，要不我们小酌一杯？夫人，春宵一刻值千金，这酒就不必了。委屈了你3年，今天让我好好奖励奖励你。小妖精，夫人莫管那琐事。世子别动！夫人这是何意？你今日真当想跟我圆房？我觉得你诚意不够。哦，我是国公府世子夫人，要将全部家产由我来管理，这样呢，才能彰显我主母的地位。你就把房子。下去吧。是。夫人，这是皇上赐的封赏，这是裴府的账房钥匙和府库田契。夫人这下总该满意了吧？啊？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毁身于桃李？不！坐！夫人别怕，我会轻点的。躲不过去，那今天晚上怕是要气死。世子，宫里来传旨，说陛下召您入宫觐见。夫人，等我见完陛下回来，你就准备做我真正的夫人吧。姑娘，你没事吧？无碍。你受伤了。你知道的，我不是任人宰割的性子。还好今日陛下急召，才让我躲过了一劫，保住了他的狗命。姑娘，你怎么那般糊涂？要真的杀了人，咱们还怎么去江南呢？好了，别哭了。你说的对，
为了一个渣男，让自己背负杀人的罪名，确实不值。我向你保证，下不为例。姑娘，这个时辰，为什么皇上会突然召见裴玄入宫？难道是他听说裴玄将您接回了府，要升任他为禁军统领？奴婢不相信皇上是昏聩之人，而且您不也说了吗？裴玄在北境贿赂边将，也许皇上早有察觉。即便他再信任裴玄，也不会拿江山社稷开玩笑的。加官进爵呀，不是我能左右。且看明日吧。好你个裴玄，竟敢让朕心尖上的人受伤，我看他是不想活了。陛下，裴世子到了，正在殿外候着，需要让他进殿吗？来的正好。宣裴世子进殿。微臣裴玄见过陛下。难道我哪里做错了？惹得陛下不满？陛下，不知急召臣入宫，所为何事？刚刚太过出神，都忘了裴青还跪着。陛下是有什么要紧事务要派臣去处理吗？朕傍晚收到青州刺史发来的急报，说玉田县有山贼横行，鱼肉百姓，请求朝廷派兵镇压。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麻烦你带兵走一趟吧。陛下，这区区剿匪，派中郎将即可，末将在都督府，这是否越了界？哼！难道裴青不满朕的安排？既是统领的诏书迟迟未下，这个节骨眼派我去剿匪，岂不是无缘生任？微臣惶恐，借臣100个胆，也不敢质疑您的决策。只是这派兵剿匪，向来都是由兵部统筹调派，那不过是朕一句话的事。你不必担忧。陛下，不知此次臣剿匪归来，朝中如何安置臣？是否还在都督府挂个虚职帽？这18位所里，确实空了几个重要的职位。你若这次剿匪成功，朕用内阁给你找一个合适的。微臣谢过陛下，臣告退了。程林，你亲自去趟国公府，把这个伤药送给青青。是。算了，要是让他知道我们暗中监视他，就不好了。姑娘，世子又往春熙堂来了。什么？世子，滚开！裴玄，你是疯了吗？青兰，你干嘛？你放开我！放开我！世子不要啊！来人，在，把这个贱奴拉出去卖了。是。住手！我一个堂堂侯府嫡女，我看谁敢动我的人！谁给你的胆子敢掌控我的？我是你3媒6聘的正妻，分明就是在侮辱我！行，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这个房间发出任何声音，任何人都不能靠近。是，走。放开我！不要！不要！皇上命令即刻去剿匪，你居然还有心思做这种事情？你是要抗旨不遵吗？总拿陛下的药吧，陛下管不了夫妻内臣之事。出发这点时间，对付你足够了。
一些琐事，改日再补上。住手！裴玄，亡命在身，竟敢贪图享乐，你脑子还要不要？要的。我只是，我夫人舍不得我，一直纠缠我之下，才鬼迷心窍的。属下现在出发。夫人，乖乖在家等我。我离去的这段日子，你好好想想，是做那被休的下堂府，还是风风光光的世子夫人？走。姑娘，你没事吧？让于伯给我找几个杀手，去青州的路上做好埋伏。我要废了他一只手，让他永远上不了战场。老夫人，不好了，世子他怎么了？手废了。什么？世子重伤被抬回来了。什么？伤到哪了？手废了。世子伤势如何呀？这胳膊还能保住吗？那支箭力道实在太大，你看，肘部的周围骨头都震碎了，加上箭头上还淬着毒，毒素对伤口造成了2次伤害，这胳膊怕是废了。不，这胳膊不能废。我儿身为武将，没了胳膊以后还怎么上战场？我不管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法子，必须把它给我治好。夫人啊，如今的情况，怕是只有去请太医院的顾院守才有机会了。你去太医院请顾院守过来瞧瞧。你是永宁侯的嫡女，凭着娘家的功勋向陛下递折子，定能寻他圣恩，请他来府上瞧瞧。婆母怕是说笑了，我一个后院妇人，哪能给乾宁殿递折子呀？这要是传出去了，外界的人还以为我跟陛下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交情呢。而且婆母您也是知道的，自高祖皇帝之后，先帝与臣妻是不可以私下往来的。但要是婆母不怕这个国公府引来什么杀身之祸的话，我也可以去试试。别！你不要递折子了，是我考虑不周。既然如此，那婆母好生照顾世子吧，我就先告辞了。你直接去请顾院守，看在永宁侯的面子上，他一定会出手相救的。3年前永宁侯病重，就是顾院守自动弃医去照顾的他。婆母啊，你可真是为难我呀！这顾院守是皇帝的专属御医，我哪里请得动啊？你是请不动还是不想请啊？要我请也不是不可以。把这个和离说签了，我这就去找顾院守。玄儿这是需要用钱的事，不能就这。你做梦！那你就另请高明吧。我儿放心，娘一定会治好你的。给我找齐天下名医，我就不信治不好我儿。是。让于伯派人盯着老太太，要制造一个机会，让那人偶遇神医。我要让裴家求我和离。世子上虽然中了箭，但好在处理及时，只要买到好药，必定能保住胳膊。银子不是问题，只要您能将我儿治好，多少钱都无妨。老夫人，这上面都是重塑骨骼，
滋养经脉的药材，不过比较罕见。按照这个方子，采购药材要3万两，不宜拖延。什么？3万两？这胳膊怎么就3万两了？哎呀，若想世子痊愈，钱财必不可少。再说，日后封侯拜相，这点银子对于世子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呀？大夫，可否用别的药材代替呀？夫人，我虽然精通岐黄之术，但您若不配合我，在下也无能为力呀。上次宴会，那云氏已经将我的体己钱用得所剩无几，我得想个法子让云氏来出这笔钱。夫人，世子重病，那云氏看也不曾看一眼，他会出这笔钱吗？事到如今，让云氏出这笔钱，他必是不肯。看来只能用和离书同他交换。姑娘，于伯说还有一些田产是以国公府的名义租出去的，租期未到，暂时收不回来。那就直接去找买家，便宜点售出。告诉他们，一拿到地契就可以直接收租金，应该会有人愿意买的。这个主意好，处理了盛京这边的田产，到时候咱们去江南还可以重新置办。我请了个江湖郎中给玄儿瞧病，他开了份单子，需要3万两银钱。最近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那可是我特意为裴玄找的江湖骗子，我怎么可能会出钱？这银子我不会出。玄儿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你竟然眼睁睁的看着他死，也不肯出这笔钱。我们裴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毒妇啊？嬷嬷，你与其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不如去找沈氏。沈氏对世子那是一往情深，我需要看一下沈氏愿意拿多少银子来给世子治病。你这个贱人，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废物！本以为傍上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没想到不但没拿到正妻的位置，还让我在这儿伺候你。看在你还有救的份上，先忍你几天。母亲，你先拿1万两银子出来，玄儿的胳膊需要上等药材才能治好。这老太婆舍不得提起，要从我这里下手。母亲，你也知道我跟着世子在军营里过的可是艰苦的生活，我哪来那么多银子？我就这些了，都给您。只要能够治好世子的病，我少用点，少吃点也没有关系的。你跟着玄儿这么多年，她平日里没少送你东西吧？你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我凑了钱治好玄儿，我们定会念着你的情分的。话说得好，情分这几个字，还能把我抬成正妻不成？母亲，我真的没有了。之前世子受伤，我的体己都快花完了。你别在我面前演你这些把戏，你也就骗骗我儿。想在我面前演，你还嫩着。你若是想把钱拿出来，治好了我儿，到时候我让你上位做正妻，待我儿上任后，当个2品的诰命夫人也不是不行。哎呀，母亲，我是真的爱世子的，正不正妻的我不在意，只要能够治好世子的病。我这就去把东西都当了，给世子看病。还好有妙云，不然我的体己钱都要被捞完了。这个该死的云清！
缺，世子的手掌缺了。大夫呢？赶快去请大夫啊！是，那位从民间取来的大夫呢？不是他负责照顾世子吗？为何不见人？去将那庸医给我绑过来！夫人，小的学艺不精，治不了这个伤啊。让你治你就治，废话那么多做甚？是想滚出故宫府吗？夫人，你也看到了，世子这条胳膊已经烂了，要想保住他的命，就得截肢。可小的医术不精，为世子截肢等同于要他的命啊！你若真想保他，怕是只能去请顾院守了。现在开始发烧，情况十分危急，现在立马就要截掉那截腐烂的胳膊，否则性命堪忧啊！为这，我要亲自去一趟顾府，请顾元守为我儿保命。那神医果然不负众望。青兰，晚上注意一下，那老钱婆若是请不动顾伯父，必定会来找我。对了，和离书准备好了没？少夫人，老夫人来了。来得正好。如今玄儿情况危急，除了顾元守，没人保得了他。今日我已去过顾家，可被拒之门外了。你们好歹是夫妻，虽然前段时间闹得不快，但都过去了，不是吗？你去请顾元守来故宫府一趟吧，就算娘求你了。伯母，求人要有求人的诚意。我的态度还不够好吗？你还有什么诚意？云氏，你别太得寸进尺了。玄儿真的命悬一线，你们夫妻数载，难道就真的见死不救？他若死了，你又有什么好处啊？你不但做不了诰命，还要被人指着鼻子骂克夫。你好歹是永宁侯府的嫡女，富贵堆里养出来的，难道真能受得了这样的流言蜚语？裴玄赐予我的脏水还有耻辱算少吗？我早就已经成为全天下人的笑话，被人谩骂，名声尽毁。你儿子死不死跟我没有关系，他若是死了，那我真是皆大欢喜，因为这样我就再也不用遵守出嫁从夫的世俗规则。你到底要怎样才能去请顾里来救玄儿？除了杀人放火、跪地磕头，我都答应你。我只是想让您签个字，画个押，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云清，你莫要蹬鼻子上脸，这桩婚事是先帝御赐的婚事，由不得你任性妄为。只要你签字画押，我这就去找顾元守，我还要求他保住他的胳膊。虽然他有只手已经废了，但是保住胳膊，至少不影响仪容，还算是个正常人。屠妇，永宁侯府竟出了你这般狠毒虚伪之徒！我若不签，你真要眼睁睁看着他死，然后做一辈子寡妇吗？裴玄今日如何待我，
他日我便如何待他。然而他几次辱我，还当我如同玩物。他若是死了，我还得给他守身如玉的话，他岂不是也太看得起他自己了？真是永宁侯府教出来的好女儿，不从夫，不尽孝。今天真是让我开了眼了。我永宁侯府自有自己的存世之道。听说裴玄这一直高烧不醒，只差一口气在吊着。伯母，您还是想清楚，这生命转瞬即逝，人要是死了，这后悔就来不及了。此女虽为妒妇，可是我甚欢我先哄着她去请故人，然后再反悔了之。这和离书可否过段时间再签？你也知道，陛下不满国公府内宅不宁，一直压着玄儿的官职。毕竟有3年的夫妻情分，你通融通融，过段时间再谈和离之事。这个简单啊，我们悄悄签了和离书，你不说，我不说，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那你的嫁妆呢？你都要带走吗？可否留一些给玄儿？伯母突然提到嫁妆，我倒是想起来了。国公府3年，我补贴了8、90万进来，你是不是都要一并连本带利的还给我？罢了，看在联姻一场，我也不要这么多。您就将西街的脂粉铺子还有首饰铺子折给我吧，就算是抵消欠我的嫁妆。西街的胭脂铺、首饰铺，那可是国公府最赚钱的2处产业，你都带走了，裴家以后靠什么过活？云清，你别太过分了。过去3年府上生活极度奢靡，伯母，你就当是欠债还钱了。夫人，不好了，世子出现抽搐惊厥的症状，大夫说……说什么？大夫说世子怕撑不过去了。和离书我签，铺子我给，你马上去请顾元寿，马上！此事先让你得意一会儿，到时我自会连本带利的拿回来。记住你的承诺，签完这和离书后，先不对外宣扬和离之事，待玄儿接任禁军统领之后再说。你将那2间店铺的契约转让给我，我就保守秘密。裴玄的伤如何了？回娘娘，世子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手臂却废了。裴玄可不能死。云氏若没了夫婿，我那好儿子怕是更想肆无忌惮。赏赐些补身子的珍贵药材过去。云氏的诰命你要尽快定好，如此他便是正儿八经的外命妇女。裴世子那边还没有正经官职呢，您打算给云氏极品高明的殊荣呢？再说吧，明日你去宣他入宫，哀家要亲自探探他的底。是。云清拜见太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居然以云氏2字自居，看来是铁了心想要与裴玄和离了。云氏，你可知罪？难不成太后知道我买凶刺杀裴玄的事了？臣女惶恐。这几日臣女一直在府上罚抄礼记，不知太后口中的罪是指……你抬起头来，看着哀家的眼睛，告诉哀家，你安分守己，从未招惹不该惹的人。太后娘娘，
臣女向来克己复礼，从不僭越半分。如果我要是做错了什么，还请太后明示。这丫头临危不乱，心思深沉，是个能担大任。可惜身为臣妻，就不该生出攀附君主的心思。哀家记得你以前曾数次进宫拜会苏太妃，应该偶遇过当时的皇长子吧？你们私底下可有来往？太后明鉴，臣女从未见过盛筵，谈何私下来往？不知是哪个乱嚼舌根的，玷污陛下英名，还请太后彻查此事。臣女这贱命无足轻重，如果要是牵连了盛世，那是万死难辞其咎。哼，还敢狡辩！看来不罚一下你是不会老实交代的。吕耀，将他拖出去外面跪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进来。少夫人，您若真的与陛下有往来，就还是老实交代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那我还是和绿药姑姑出去跪着吧。没有做过的事，雨清从来不认。娘娘，依奴婢看，少夫人大概真的跟皇上没有往来，罚她去跪着，是打算做什么？我的好儿子，应该是隐瞒身份接近。今日哀家便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让他知晓他是在和何人相处。您罚他跪在外面，是想引陛下出来？哀家倒想看看，他若知晓皇上的真实身份，会做出怎样的决定。若他识趣，主动斩断他们之间的纠缠，哀家尚且能；若是他生出不该有的愚昧心思，那整个皇室乃至整个南萧都会下。皇兄，皇兄，皇兄，不好了！青青被母后罚跪在慈安宫门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母后这么做，无非是想让我现身，让青青正视我的身份，让她远离我。可是，皇兄，如果你去的话，青青不就知道了你的身份吗？哎呀，你们这感情还未稳，这……哎，皇兄，不如我替他证明。你去证明什么呀？当然是跟母后说他从未见过你啊。青青今日因我而受罚，我怎能置之不理啊？况且，以青青的聪明才智，一定会知道朕就是莫公子，迟早瞒不住，还不如早些坦白面对，这点困难还难不住朕。走。啊，皇兄，等等我！莫公子，快起来，别怕，有朕在，没人敢动你。参见陛下，娘娘在里面候着呢，您随奴婢进去吧。青青，快起来，有什么事情等皇兄出来之后再说，我们先去紫云殿啊。原来竟是这般，看来确实有苦衷。那时正是夺嫡最激烈之时，若是他去永宁侯府提亲，只会将整个云氏拖进山洞。哀家不过是罚他跪了半个时辰，怎么坐不住了？母后想让儿臣过来，那又何苦这么问？江山社稷和一介女流孰轻孰重，你难道不知？江山与他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兼得。君夺臣妻，哀家岂会同意你迎她入宫？你不要脸，皇室还要脸，这萧家的列祖列宗还要脸。你若执意如此，那哀家便容不得她了。你这是作甚？别以为你一跪，哀家就会同意你迎她入宫。儿臣愿与青青同生死，共存亡。他入宫，让他成为众矢之的，让他100年后被世人冠上妖媚惑主的骂名。你不是爱他，而是害他。
放手，你便是给了他生路。母后自会替他安顿，至少这大萧天下还能容他一席。那母后是否接受从宗室过继子嗣到朕的膝下，100年之后继承朕的皇位？你什么意思？朕这一生绝不将就，要么母亲同意我跟于氏，要么劳烦母后过些日子去宗室找一人继承，立为太子。荒谬！你怎会生出如此可笑的心思？为什么？他哪里值得你这样做？儿臣切等要命。云听姑娘，太后有请，请随我来。太后娘娘之前问臣妇是否知罪，臣女愚钝，刚才在殿外跪了半个时辰，脑子才清醒。我与陛下确实有过几面之缘，但仅限于此，私底下绝无来往，请太后明鉴。这云清是明显没打算入宫伴驾，看来还有个我。云氏，这殿中并无外人，哀家只问你一个问题，无论你回答如何，哀家都不会治你的罪，明白了吗？明白。娘娘请问，待你和离归府，哀家便下懿旨引你入宫，你可愿意？臣妇惶恐，我乃庆国公府世子夫人，已嫁之身，如何能进宫伴驾？娘娘明察，臣女从未有过攀附之心，以前没有，以后也绝对不会有。云氏满门，忠君报国，臣女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明白护主的道理，还请娘娘以后莫要开这种玩笑，否则我就以死明志，保全陛下英名，以谢圣恩。云氏，你当真不愿入宫为妃？哀家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好好想想再回答。还好之前徐氏提出了不让他人知道和离一事，此时正好拿来用。如今臣妇还未和离，无暇考虑这些。若我能与裴公子成功和离，便远走他乡，永不回京。你与哀家母子有恩，我也不能恩将仇报。这样吧，哀家下旨册封你为一品诰命，你可留在庆国公府继续做你的世子夫人，以免你受颠沛流离之苦。多谢娘娘体恤，但裴家欺我辱我，我若一味的忍辱负重，便是剁了永宁侯府的门楣，怕愧对列祖列宗。我与裴氏母子早已撕破脸皮，两看相厌，断无和解的可能。至于4年前的事情，臣女只是救了该救的人，全了为人臣子的重。罢了，待你与裴世子和离后，可自行出京，也可入宫为妃，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哀家绝不会插手，也算报了你的恩了。谢谢太后。快起来！不必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臣妇怕影响陛下的名声。云公子前来，有何要事？听岳父，在下可通过孩子的长相推测父母的长相。上次在国公府，在下远远地看了一眼那个小公子，便做出了这幅画像。谢谢云公子，这次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于伯，将此画像传给北境探子。是。
当真？派人给我好好盯着云氏，这次我定要将他扫地出门。世子爷，你醒了！世子爷醒了！哎呦！璇儿，你这是怎么了？你可别吓娘啊！哎呦，我可怜的儿啊，你这次可遭大罪了！为娘的光是瞧着都痛不欲生。快去倒水啊！哎呦，来，娘，我这胳膊怎么回事？多久才能痊愈啊？以后我们就用左手练剑啊，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璇儿，你冷静些，这般折腾自己，只会让轻者痛，重者快呀。娘，你可知谁害了我？伟哥哭了，你快去照顾一下。谁害的你？要我说，就是云清那个毒妇。云清，只有她才恨不得你一蹶不振，前程尽毁。那个毒妇压榨我的私房钱，还哄骗了你，将国公府所有资产都给了她，到头来还是留不住。要不是娘这些年有些私产，这次我们庆大夫的钱都拿不出来。那个毒妇说什么既往不咎，都是哄骗咱们的。娘，有证据？这倒没有，可你不仅中了箭，箭上还淬了毒。圣经的郎中都束手无策，只有太医院院守顾里才能救。可顾里和永宁侯府有私交，为娘想要救你，就只有去求他，不是他想的，还能有谁？单凭这些，是不是有点武断了？哪里就武断了？你瞧他签了和离书，马上就逃之夭夭了。什么？和离了？是啊，就是你昏迷这几日。你糊涂啊，娘！我要去见云清。儿啊，这种妇人离心离德，留在府里早晚是个祸害。咱们庆国公府本就日渐稀落，这么大的家业，你打理得了吗？这没了他还过不了日子了。单凭不说她的嫁妆，就是云家在京城的人脉，那也是咱们府上缺的呀。你快去给我找他呀！好，我这就去。哎呀，去啊！好，你快去！你可算回来了。不知国公夫人来我府上有何事啊？璇儿醒了，想要见你一面。夫人怕是忘了，我已经签了和离书了。到底怎样你才肯见璇儿一面？我可以去见她。你跪下来，我就去。你不要得寸进尺！哎呀，看来你对你儿子的爱也不怎么样。
就看裴玄承不承受得了这份大礼了。夫人爱子心切，那我就跟你走一趟吧。快走！盖好。姐姐心也忒硬了吧？明知世子重伤，竟直接回了永宁侯府。亏你还是国公府的主母。妹妹果然是句句不离国公府的主母。不过，我倒还真没有这么感兴趣。但即便不是我，也轮不到你。笑话！我乃堂堂中将之后，战功累累，还为国公府诞下唯一的血脉，反倒是你，处处为难夫君，不敬老夫人。所以这国公府主母之位，我比你更合适。妙云，你暂且先去庭院吧，我和云清有些话要说。妻就是妻，妾就是妾。哼，等等，世子，各位长老，我有遗物给你们看看。姐姐可认得此物啊？哦，这个不就是我前几日丢的吗？你承认是你的就好。这些日子世子重伤，云氏却一直躲在永宁府。我本来也纳闷，直到前些日子有人看见他夜会野男人。是啊。东西是我的，谁敢保证你没有做过手脚？怕我偷换是吧？各位长老做个见证，这盒子上可是有着火漆印的。倘若我真的动了手脚，那必然是能看出来的。还请各位长老鉴定个一二。这火漆确实完好无损，盒子也没有破损的痕迹，里面之物也没被换过。这回你没话说了吧？敢问妹妹，当真要当众拆开这个盒子？那不然呢？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主母身份之下是怎样的一副嘴脸。得饶人处且饶人啊！你真不怕你遭报应？哼，想求饶没门儿！我是来揭发你，何来报应？这就是云氏私会男人的证据，看样子是那人送的画，还真是附庸风雅。云清，你当真做过这背德之事？云清，你当真做过此事？我就知道这妇人不守妇道。妹妹不妨好好看一下，这画像上是谁？妹妹，这个人你可认识？我怎会认识？此人并非府上之人，为何看起来如此熟悉？真是作茧自缚。我原本以为这点小事不足为提，但没想到你心术不正，还自身就不干净。也不知道世子面对你将他做接盘侠的深情，有何感想？你说什么？世子，我没有。这人是边境驻防的一位副将，料想世子和老夫人应该是没见过，但是又觉得很面熟，不觉得很奇怪吗？你休要瞎说，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你有什么证据？带上来吧。贱人！
看来你早有预谋，竟然敢让我做接盘侠！来人呐，给我扔到后院！世子，妾身与您是第一次，您不是也清楚吗？伟哥真的是您的孩子。只要你指证沈妙云，你的债务我就帮你还清，如何？行。贵人，您想要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如实说便可。放屁！你的第一次明明给了我，你腰间有颗痣。你为什么要污蔑我？我怎么对不起你了？为什么要出现？就你那点银子，哪怕叫花子去吧。世子，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真的是心机好深呐！你这个贱人！来人，给我扔到后院看守起来！世子，我没有，不要放开我！不好了，有人来砸门了！开门！开门！开门！国公府怎么了？国公府就可以欠钱不还，还有王法吗？啊！开门！谁在这里吵吵嚷嚷的？前段时间府上采买吃喝还差1万两银子，您说半月就还，如今已经2月有余，今儿个您总得给个说法吧？我们这都是小本生意，现在我们没钱进货，我们也得生活呀。这个事儿啊，各位，我是国公府世子，最近府上发生些事，能不能再通融几天？明日复明日，我们都来几趟了？就是啊，再说了，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堂堂国公府不会连1万两银子都没有吧？您若继续为难我们，那我们只能把您府上的物件给抵债了。啊，别！璇儿，这事儿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可怎么办呢？各位稍安勿躁，我去沈氏那里看看吧，他多少还有些嫁妆。稍等。世子，你终于来了，我真的没有偷人。如今府内危急，把你那陪嫁的嫁妆拿出来一用。难道你来就是为了银子，一点不顾及这3年的情分？那不然呢？就凭你做的那些淫毒之事，换做是谁，谁还敢留你？除了那点作用，你还在幻想什么？裴雪，你口口声声说我欺骗你，你战场上负伤都是谁来端屎端尿？还有你这次治疗用的银子，也是我的。要说寄予主母位置，天下哪个女人不像我？为了和那个贱人同房，连自己儿子重病都不顾了，你还有脸说我？那是我裴家的种吗？我现在只要一想到我头顶一片绿，我就恶心的想吐。你这般薄情寡义，这倾国公府不待也罢，看我如何把你这国公府搅得翻天覆地！这府上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弄出幺蛾子。哼，我乃中将之后，你难道不忌惮我沈家能决定你是否重振吗？呸！谁在乎你那点人脉？你今天到底拿不拿嫁妆？如若不拿，就别怪我把你发卖了去。裴雪，我说你这次治病花了我的嫁妆，就算我有，也绝对不会给你的。哼，清点他的身价，至于人，就发卖到临县的翠春楼。我要看看沈家到底知不知晓。
世子，不好了！一些商贩见您久去不回，纷纷暴动，开始抢咱们府中的家资以充旧账，现在根本阻止不了啊！你说什么？快去前厅！是的。不要过来！小姐，我是忠义博派来救你的，你有什么吩咐？给我松绑。是。杀了云清的贱人，另外把国公府私放印子钱的证据递交上去。是。姑娘，你听说了吗？国公府欠债不还，被人1个下午就搬空了，然后去官府也投报无门。国公府家底早就空了，没想到还能倒腾出这么多家资。是啊，他们平时就大手大脚的。哇，听说沈妙云都被发卖了，嫁妆和发卖的银子补进去都还不够。这回裴玄和徐氏坐在院中哭了1下午。算了，不用去劳神那些不相干的事。今天我要去祭主，不可耽误时辰。姑娘，咱们云家墓地可是在东郊，那里风水绝佳，但人迹罕至。咱们要不要多叫些家丁，免得生出什么意外呢？不必了，今日我是去祭主，不会有什么危险之事。况且父亲一向不喜欢兴师动众，扰乱了他的清静。再者，如今世道虽不太平，但青天白日的，能有什么意外？我心里自然有数。你不必担心，只要准备好祭品，诚心祭拜便是。是。父亲，女儿已成功与裴玄和离，恢复了自由身。您在地下不必牵挂着我。云家为守南萧江山，浴血奋战，无数英才陨落边关，朕才来悼念，望云家列祖列宗海涵。臣女参见陛下。云清，你我当真要如此生分吗？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对我难道一点感情没有吗？臣女并无非分之想，还请陛下自重。朕当时就不该考虑那么多。如果我当年诚心向侯爷求娶，你我是不是这个结局？云公在上，我与灵爱相识于江南水乡之地，心生爱慕，奈何在权势斗争中寸步难行，错失良缘。承蒙上苍垂爱，让我们再次相逢。如今他已恢复自由身，我亦有护他周全之力，特诚心求娶，盼您成全。我愿在此立誓，余生永不负他。还请陛下收回金口，臣女实在承受不起。云清，我知你顾虑，你放心，给我些时间，我一定能保护好你。高祖为臣妻而行不伦，你可以觉得那是勇敢面对爱情，但是孝慈皇后背负万世骂名，于心何忍？难道您也要臣女重蹈覆辙？我当然不忍你背负骂名。你放心，迎娶你之前，我定会处理好这些问题。陛下这又是何必？我已祭拜完毕，先行告退。陛下请自重，你不顾及臣女，也要考虑你的皇室身份。
青青你，小心！你没事吧？我没事。今日我就要送你们这对野鸳鸯去地下团聚。沈妙云，你不好好待在你的裴府，在这儿杀我！云清，若不是你，我怎会被裴玄那厮发卖至青楼？那都是你咎由自取。你来找我做什么？我要让你偿命！今日你若是杀了我，以我永宁侯府嫡女的身份，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如今我孤身一人，就算是死，也要拉你一起。小心！你的人呢？人怎么还没来？今日我只想同你一起见见永宁，便没让他们跟着。除了父亲，从来没有人对我如此。你怎么那么傻，还为我挡箭？我说过，我心悦于你，我心甘情愿。真是情深啊！放心，我很快就让你团聚。微臣救驾来迟，恳请陛下恕罪。陛下，没想到陛下竟然寄予臣妾。云清，你就等着背负千古骂名吧！胆敢刺杀陛下，格杀勿论。沈妙云，你杀我无非是为了庆国公府少夫人的位置，但是我今天告诉你，我早就和裴玄和离了。你本可以毫不费力的当你的少夫人。不，这不可能！裴玄怎么可能？陛下，快救陛下！陛下，想什么呢？怎么满脸愁容？姑娘今天回来后一直看着皇宫的方向。要我说，陛下吉人自有天相，之前那么严重的伤都熬过来了，如今肯定也能熬过去的。青青，不好了！皇兄回来之后就一直在发烧，他一直念叨你的名字。他一说若是不能挺过今晚，那就危险了。什么？青青，快跟我进宫看看去吧。说是太医都没有用，我去就更没用。青青，你可是我皇兄最喜爱的人。太医说了，如果有在乎的人在身边，那苏醒的概率会更大一些。我出嫁之身，入宫见圣，不合礼数。我只是看错你了。既然担心，何不去看看呢？我不想步高祖和孝思皇后的后路。我认识的云清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女孩，如今你也和离，况且陛下若是知道你的担忧，必定会想办法解决的。你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呢？可是我相信，若是云伯父知道，也希望你能过得开心。陛下，你快点醒醒吧！求求，别离开我！
萧郎，其实我一直都很挂念你。你曾经离我而去，我深怨我。但是我知道，你是九五至尊之后，我又释怀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犹豫过，逃避过，甚至想一走了之。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你。我答应你，只要你醒来，就应你伴驾入宫。云清，陛下，你醒了，好点没？青青，你来了。青青，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你答应我入宫。那不是做梦，但是要等我和离风波过去之后才行。这样陪你一生一世。都给我出来！哎呦，这是在干什么？庆国公府私放印子钱，现在需交3倍罚款补足。多少？3倍？我哪来的9万两银子呀？要么补足银两，要么抄家。抄家！哎呀！哎呀！还请您通融几日，我们马上收集罚款。走！哎呀，我不活了，我可怎么活呀？哎呀，抄家还把我的银子都抢走了，你这个败家子！在的时候家里都好好的。你这些田产呐，只能卖1000两。什么？这些田产每年能产5000两啊！哼，那你就找愿意收你的吧。这些看碟下菜、趁机赚钱的家伙，等我升职了，定要你们好看。行，我卖。裴玄私自收买边将，理应抄斩，但陛下大婚，大赦天下，将裴玄流放。听说皇上好像为皇后空置后宫，唉，不知道何等美貌才能让陛下做出如此决定。听说呀，永宁侯府大小姐在江南一带乐善好施，全体江南百姓秦至封其为后呢。是我错了，错把榆木当珍珠，是我把一个好好的裴家给毁了呀！起来！